各大账号竟然已经开始做今年的明星大片盘点了。我这才发现，2022年已经过了3/4了。你们有没有和我一样陷入了一种今年干什么了的恐慌中？边恐慌，我们边来回顾一下今年的明星封面。你们有没有看到特别喜欢的封面呢？我的感觉是，明星封面的拍摄好像已经进入了一种舒适区，无论是明星的姿势、面部表情、服装造型，好像都进入了一种傻傻分不清谁谁都很像的套路中。不信你们来猜猜，这是谁？这又是谁？还有这个呢？当然，章子怡的《家人9月刊》封面和刘亦菲的《L》封面还是在业内获得了一众喝彩的。其他封面呢，拍的美的不是没有，但是好像总是少了点什么。具体少了什么，本片我们细细说。那么今天我就想带大家来看一看我眼中最精彩的明星封面长什么样，他们有什么共性。看完之后，我保证你下次再看明星大片，不只看到美丑，还可以看到他们和顶级大片的差距在哪。我选的都是老片啊，因为经过时间的检验，他们已经被圈内公认为是经典了。首先，我先抛出我的观点，我认为最精彩的明星封面都有一个共通点，他们都极度简洁。在这些大片里，你压根看不到明星穿了什么。别想歪了啊！我的意思是，衣服从来不是重点。接下来就给大家看看历史上最经典的几组明星大片，你们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了。你们可以弹幕形容一下他给你的第一感受，不觉得好的也可以大胆的说出来。第一张明星封面，这是传奇摄影师 Annie Leibovitz 为甲壳虫乐队成员 John Lennon 和他的伴侣小野洋子拍摄的一张封面。好吧，这个你确实看不到衣服在哪。摄影师 Annie 说，他当时想让俩人都脱掉衣服，展现他们极度亲密的状态。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个无理的要求，不过对于这两位连新闻发布会都在床上举办的艺术家来说，可能并不算是。然而这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小野洋子并不太情愿宽衣，而列侬则是二话没说脱了衣服过来就抱住了小野洋子。就在那一刻，摄影师按下了他手上的宝丽来相机，那一刻他就意识到这个瞬间意义非凡。列侬看了照片说，你捕捉到了我们关系的本质。具体这个本质是什么，你们看图猜想吧。5个小时之后， John Lennon 在他的公寓门口被一位疯狂的粉丝枪杀，这也成了 Lennon 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第二张传奇封面同样来自摄影师 Annie Leibovitz。 这张照片你第一眼看是什么感受，可以打在弹幕上。我感受到的是一阵清风扑面而来，白上衣、白色筒袜、极限深 V 都是 Michael Jackson 的标志造型。然而让你即便遮掉脸也能知道是他的，绝对不是着装，而是这个双脚垫起，似乎颠覆了万有引力的经典舞姿。没有人能像 Michael Jackson 如此轻盈且熟练地做这个动作，因为他在舞台上做过无数回了。拍这张照片时，安妮要求 Michael 想象自己现在就在舞台上跳舞。接下来 Michael 跳了足足45分钟，如入无人之境。安妮说自己像疯了似的一阵狂拍，而这一张毫无悬念地成为了本次的封面，因为他抓住了 Michael Jackson 最像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瞬间。第三张封面出自《时代》杂志2017年年度人物的重磅封面。我不能说它是一个明星封面，因为它没有一个明星作为主角，但它也算是一个明星封面，因为有一个明星站在了角落里。可以被称为顶流的美国女歌手 Taylor Swift 穿着和其他人同样的服装，没有任何的特殊和光环。这张封面的主角不是她，而是一个和她有过同样经历的群体。这张多人群封名为 The Silence Breakers， 那些打破沉默的人。这5位女性作为一个群体的代表登上了杂志封面，因为她们掀起了近几1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场社会运动 Me Too。 她们曝光了自己受侵犯的经历，并呼吁所有有过类似经历的女性和男性都出来说出自己的遭遇，唤起社会的关注。这张照片中你们看到了什么？我的第一感受是平静和禅意。摄影组合 Billy and Hills 让他们每个人都穿着深沉的黑色，但却用光影去凸显黑色衣服柔和的面料质感。扑面而来的是一股安静的诗意。在一个有千万种理由愤怒的时候，这样大片却意外地选择去展示这种平静，没有愤怒，没有攻击。我觉得这也是它震撼人心的地方。第4张封面出自女魔头 Anna Wintour 上任美国版 Vogue 主编后拍的第一张明星封面。你能认出她是谁吗？我反正是没认出这是麦当娜。麦当娜的泳池图，所有人能想到的都是这样的画面，而这张美女出浴图显然清新到颠覆了所有人对于麦当娜的印象。
我们派明星常常一想到反叛就上皮衣、夸张金属链条，摆一个六亲不认的姿势和睥睨的表情。然而麦当娜这张清新的泳装照，虽然 P 图痕迹有点重啊，但确实展现了另一种反叛。这种反叛叫做：如果我不能反叛我的反叛，那我就不叫反叛。以上这4组明星封面，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他们的共通点？我认为他们的共通点就是一个词：简洁。所有这些封面，我第一眼看到的，反正都不是服装，而是人物的状态所散发出的一个简洁有力的信息。这个信息我用一个词概括：第一章是爱，第2章是自由，第3章是尊严，第4章是反叛。每一个词都是生而为人最底层的命题，而这些封面的力量也来自于这些主题的力量。而这些信息之所以能这么有力地传达出来，正是来自于这些封面的简洁。这几张封面的创造者愿意抛弃任何次要的信息，去传达一个简洁有力的核心主题。这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国内我们拍大片常常很难做到的一点。无论是明星还是策划者或是赞助的品牌，都有太多想要表达的东西，结果导致最后拍出来的明星封面常常面目模糊。因为无法做到简洁，所以也容易丧失锋利度。而能做到这样的简洁和表达的极致的，常常来自于最大胆前卫的那一群人。他们是各个行业中钉子一样的人物，坚持自己想要的，绝不妥协。比如前2张封面的摄影师 Annie Leibovitz， 他可能和你见过的任何摄影师想要的都不一样。每次当别人问他用什么机器拍照好，他都会说：如果一想到摄影，你脑子里想的就是我该用什么机器，那你根本不懂摄影。还有第4张封面的创造者 Anna Wintour 更是个钉子，他厌恶套路，于是他创造了一系列在美国引发巨大争议的封面。想了解这一趴的同学，可以去看我们最近在同期更新的《爱发女的权利的游戏》。在这里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结论，就是当你回看今天被封为经典的那些作品，你发现他们当初都不是冲着经典去的，而是极度的大胆和反叛的，最后反而被骂成了经典。而麦当娜本人更是典型的钉子个性，在她1990年发布的 Justify My Love MV 中，因为她的过度暴露以及挑战大众的性观念，引发了巨大的舆论抨击以及全线禁播。对此，我们来看看麦当娜是怎么回复质疑的。 There are images of you chained, there are images of you crawling under a table, and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who are upset by that. Okay, I've chained myself though, okay? No, there wasn't a man that put that chain on me. I did it myself. I was chained to my desires. I crawled under my own table. You know, there wasn't a man standing there making me do it. I do everything by my own volition. I'm in charge. Sexuality and the Absolutely. fashion that you have, will you try to carry it a little further in a way that... I don't know. I can't predict what I'm going to feel artistically. I don't think anyone can, but it is a very important issue to me, and I'm sure I will be dealing with it more in the future. 这种对于自己想要表达的信息绝不妥协的勇气，我在各行各业都有看到过。而他们创造出的那些绝不守常规的作品，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是需要一些时间去消化的。那种大胆和前卫，在我们第一眼看来，甚至会有挑衅的感觉。比如1971年由卡地亚鬼才设计师 Aldo Cipulo 打造的 Juste un Clou 手镯。Juste un Clou 这个法语翻译成英文叫 Just a Nail， 只是一枚钉子。没错，这真的只是一枚钉子啊！钉子的头部有精确的螺纹，连钉尾都做了菱形切面。不信你和手边的5金平头钉比一下，是不是长得一模一样？设计师的良苦用心你们看出来了吗？就怕你们认不出这是枚钉子。接下来你闭上眼睛想一想，把如此接地气的建筑工具做成大多数人用来装饰自己以及展现财富的珠宝，你就说这个想法离不离谱吧？然而就是这么一枚钉子，上世纪70年代一发布就引发了巨大轰动，至今都在艺人和名媛中间戴得长盛不衰。尤其是一些大众形象中桀骜不驯的音乐人和演员，从 Justin Bieber、Pharrell Williams、Dua Lipa 到女演员 Angelina Jolie、Kristen Stewart， 甚至到欧洲王室，像英国的 Beatrice 公主、摩纳哥的 Charlotte 公主，都被拍到过日常佩戴这个系列。而任何珠宝想要了解它的精神，我都会去看看设计师是什么神人。钉子系列的设计师 Aldo Cipulo 是个夜店狂人，他生前最常光顾的夜店 Studio 54是70年代全世界最疯狂的夜店，是上世纪各个行业的天才和奇葩们聚集的地方，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钉子俱乐部。包括 Andy Warhol、Bianca Jagger、Grace Jones， 那个年代最狂野的艺术家、超模、明星名流最疯狂的一面都释放在那里面了。而Cipulo在俱乐部里感受到的那种无所顾忌的自由和狂放，全被他融入了珠宝设计中。除了爱 party，Cipulo 还非常爱观察身边那些非常接地气的事物，以及他们极其微小的细节。他尤其喜欢工地里的那些工具，
螺丝钉啊、螺栓啊、螺母啊，都被它做成过珠宝和配饰。除了钉子系列，卡地亚爆火的 Love 系列也是它的设计。这个系列你们一定都见过吧？就是那个需要爱人之间用配套的螺丝刀才能拧开，单身狗绝对打不开的 Love 手镯。还能找到比这个更有仪式感的摁住你爱人的方式吗？我真的是被这位设计师的思路清奇震撼到了，用这样的仪式感来展现爱的忠贞不渝。我觉得钉子系列和 Love 系列共享了同一套设计语言，这也是他们能成为卡地亚当家爆款的原因之一，那就是它的简洁。一枚钉子不需要任何装饰，就可以把它变成一款珠宝，和我们前面说的那几张传奇封面一样，简洁和大胆，它是对立统一的两面。这款珠宝中还有很多这样的对立统一，它的形式是前卫的，但它所表达的钉子精神又是每个年代的人都会产生共鸣的情绪。它的线条是简洁而克制的，然而表达的情绪又是丰富而强烈的。它是有坚定的态度的，然而又有一种玩世不恭的幽默感。这么多阴阳对撞，撞出了一个线条简洁、造型精准、比例匀称、细节珍贵的经典。今天当我们再回头看 Tristan Clou 的设计师，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曾经认为极其离谱的想法，其实有着惊人的合理性和前卫性？比如日常佩戴的珠宝为什么不可以是日常物件呢？为什么一枚平凡的钉子不可以成为不平凡的珠宝呢？再说了，什么是平凡，什么是不平凡呢？我们是不是又这样轻而易举地进入了哲学领域？这种平凡和不平凡的对立统一，我在单板滑雪运动员苏一鸣为卡地亚拍摄的影片中也能感受到。很欣慰卡地亚能看到小苏身上那种看似平凡的外表下不平凡的自信和淡定。我觉得内在精神的契合是品牌在找挚友和代言人时最难找到的，而这种契合可能会碰撞出一些非常稀有的火花。我们总是会被那些不守常规、无所畏惧的人和事所鼓舞，而这正是那些经典的大片和产品的魔力。他们从时间的尘埃中站起来，依旧不失它的锋利度。好了，最后别忘了关注我，这里是天才女友，眼界改变人生，我们下期见。